那么今天下午第二个视频，我们来聊聊港股，港股的海尔之家，这也是咱们的粉丝充电约稿的一个品种。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它的一个月线图，从当前的月线图来看的话，它其实给人的感觉是杂乱无章，但是我们通过波浪的梳理，依然能得出一定的结论。整体的走势，由于是周线图，那么中短期此处的反弹还没有完全走完，向上运行还有空间。但是长期来看的话，后期还会再跌下来，这是目前我先给出的一个结论。下来我们先按照波浪理论去层层抽离分割，看看当前的内部走势能给出哪些我们可用的信息。上市之后在21年的2月中旬是创出了图表当中的高点，在 38.45 38.45这一路下跌是一直跌到了22年的10月底，低点在 19.52。 这次下跌的走势呢，完整的形态它其实只是出现了一个三波走势，然后在 19.52 结束了。之后从 19.52 向上一直运行到了24年的10月初，高点是在 36.45， 形成了一个次高点的一个走势那这次向上的一个反弹呢，它也是出现了一个三波的形态。等这个三波形态结束之后，从 36.45 一口气直接跌到了今年的4月初，低点在 19.24。 但是这次从 36.45 到 19.24， 相对于 38.45 到 19.52 这一段对比来看，明显过于简单，同时内部的结构明显出现了不足，不像之前第一次下跌是一个三波形态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给我个人的感觉仅仅是一波就完成了，那么明显说明后期的走势没有走完。按照第一次的下跌三波反弹三波，那整体这里我按照波浪理论的规则，那么当前只能先看作是一个双重三浪的一个结构。第一个低点这里是 W 浪， W 浪的内部走了一个三波形态然后反弹是一个 X 浪，内部也是一个三波形态。那么当前其实就是在这个 36.45 以来的 Y 浪里面， Y 浪内部应该也是三波形态，这时应该会走出一个 Y1 Y2， 向下还有一个 Y3， 才会全部结束此次的调整走势。这是一个 Y 浪。那么这样划分的话，其实目前我们就是处于当中的一个 Y2 的一个反弹。那么我们看一下 W 浪里面的第二波反弹，它其实整体的反弹幅度包括时间周期跨度都是非常充分的。那这里的 Y2 应该也不会例外。那么这里我们首先还是拉出黄金分割，可以看到向上的空间还是有的还是有的。主要的关键的压力目标位就处在这个黄金分割 0.5 的位置，也就是 27.85， 极限位置位于618，也就是 29.90。 所以这也就是我刚才开场的时候说过，这个位置中短期向上的反弹走势没有完成，而且幅度空间还是有的也是基于这样一个理论，通过黄金分割我们找到它关键的压力目标在哪里。如果是向上达成这样的一个反弹预期，那么后期还会再出现一个 Y3 的向下跌势，直至跌破之前的低点 19.24， 才会完成 38.45 以来所有的调整浪的走势。所以中短期多头是有机会有参与机会的，但是长期来看后期还会再跌下来，当然以上的走势都是需要时间的。这里我们也是通过波浪的结构形态，将目前的海尔智家这个只港股的内部形态全部一一的都分解出来了。那么也是欢迎大家投稿，涉及的品种可以有金银油、数字货币、国际期货、美股、港股，都可以来说。那从目前的走势来说，那我们是处于这个Y2 的反弹阶段，当前是处于 Y2 反弹阶段，整体走势应该也是已经过半了。但是如果说是清仓短线，那应该还是有机会的。那下来我们将时间调到天图，依然是用到了黄金分割。那可以看到下方的支撑，短期支撑是位于 22.10 到 21.45， 这就是目前最近的一个支撑带。整体的行情向上反弹，它有可能是以这样的走势来运行的。所以此处短期的调整结束之后，
将会出现一个第二次短线看反弹的一个上车机会啊。当然，以上的走势它极限的位置它不能说是直接跌破20.60，跌破20.60的话，整体走势的预期就变弱了，而且后期就算再出现反弹的话，它向上的幅度就没有刚才我们所说的向上的空间那么大了。所以近期重点关注的下方就是22.10到21.45，这是第一个支撑区域。第二个位置就是20.60啊。以上两种无非就是调整的幅度深与不深的区别，但是向上反弹的预期它是一直在的。好，以上就是关于海尔之家这只港股的整体走势分析，以及我们短线看涨的一个机会所在。今天下午的第二视频到结束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